轩辕圣帝传说及由来。轩辕圣帝又称黄帝，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五帝之一，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他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华夏文明的奠基者。轩辕圣帝的传说不仅仅是一段神话故事，更是中国人民对理想领袖、创新精神和民族团结的具象化。黄帝被后世尊为轩辕圣帝，象征著智慧、勇气和无穷的创造力。最早关于黄帝的明确记载出现在《左传》和《国语》，这些文献将黄帝置于远古帝王序列，并赋予他神圣的色彩。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对黄帝的生平事迹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塑造了一个具有神人特质的帝王形象。历代文献对黄帝的传说不断丰富，如《山海经》《淮南子》等，都包含了关于黄帝的神话故事。轩辕圣帝的故事流传至今，在中国乃至东亚文化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无论是在历史文献中，还是在民间传说中，黄帝的形象都如神话般光辉灿烂。他的传奇生涯涵盖了从部落统治者到文化英雄，从战神到智慧之王的转变，是一段充满冒险、征服和创造的伟大旅程。轩辕圣帝的名字黄帝源于他所属的轩辕氏部落，他的名字轩辕意指高大的车轴，象征著力量和权威。据说黄帝出生于寿丘，今山东曲阜，是少典之子，傅宝之孙。他的母亲傅宝在梦见雷神后受孕，并于寿丘产下轩辕。这一故事显示出黄帝自出生起就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和神秘的色彩。年幼的轩辕就显现出非凡的智慧和领导才能，他精通天文地理，熟悉万物规律，并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在他成年后，逐渐统合了周围的部落，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轩辕圣帝的名字也逐渐被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不仅代表了他作为一位伟大领袖的个人力量，也象征著华夏民族的崛起和统一。轩辕圣帝的传说充满了丰富的神话色彩和英雄主义，他与炎帝的对抗、久战蚩尤，以及与各种神兽和神话生物的互动，都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故事。轩辕圣帝与炎帝的对抗是华夏上古传说中的一个重要故事，也是两位传说中的部落首领之间的竞争和冲突。这场对抗不仅仅是两位英雄之间的战争，更象征着上古时代不同部落文化和势力的融合与统一。炎帝和轩辕圣帝、黄帝都是中国上古时期的重要传说人物，被尊为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炎帝被视为农业和医药的创始者，象征着以农业为基础的原始社会的发展，而黄帝则被认为是天命之王，是引领部落走向更高文明的统治者。两位帝王分别代表了不同的部落文化。炎帝代表的是靠近长江流域的部落，以农耕为主，而黄帝则来自黄河流域，代表着北方的部落联盟。在传说中，炎帝最初与黄帝是盟友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对资源和地位的争夺，两位首领之间逐渐产生了矛盾，最终演变为激烈的对抗。这场对抗的焦点集中在争夺华夏地区的统治权。轩辕圣帝与炎帝之间最著名的战役是涿鹿之战。根据传说，涿鹿之战是由于炎帝不服从轩辕圣帝的统治而发生的。在战争的过程中，黄帝运用了智慧和战略，联合了众多部落的力量，最终在涿鹿这个地方击败了炎帝。
这场战争象征住华夏文明在内部的冲突中走向统一。涿鹿之战的胜利不仅使黄帝得以统一各部落，也标志着炎帝部落的败退和逐渐融合。这场战争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的变化，由多个分散的部落逐渐向中央集权的联盟转变。涿鹿之战之后，炎帝选择与黄帝和解，并逐渐融入黄帝的联盟，这也象征住中原地区各部落的融合。轩辕圣帝与炎帝的对抗，不仅是一场简单的武力冲突，更深层次地象征住两种不同社会模式的竞争。炎帝代表住传统的农业社会模式，而黄帝则象征住更具进取心和扩张性的联盟制。这种竞争和对抗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使得华夏文明从农业社会逐渐走向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此外，涿鹿之战的胜利也代表了天命思想的巩固。黄帝被视为天命所归的统治者，他的胜利被认为是天意的体现，进一步加强了他的权威和正统性。这种观念对于后来的中国历史影响深远，成为帝王统治的精神基础。尽管轩辕圣帝与炎帝之间有过激烈的对抗，但他们最终达成了和解与融合。传说中，炎帝虽败，但并未消失，而是选择臣服于黄帝的统治，并继续保留其文化特征。这一融合体现了古代部落之间的妥协和包容精神，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和谐共存的渴望。炎帝的部落虽然失去了主导地位，但其农业技术和文化习俗得以保留并传播，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和解的过程不仅巩固了轩辕圣帝的统治，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为后来的中华文明奠定了多元和包容的基础。轩辕圣帝与炎帝的对抗及其后来的和解，对现代社会有着深刻的启示。首先，它提醒我们，竞争与对抗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但最终的目标应该是和解与共存。其次，两位祖先的故事告诉我们，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文明发展的重要途径，只有在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与繁荣。轩辕圣帝与炎帝的对抗不仅是上古传说中的一段历史，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它象征住在竞争中求同存异，在对抗中寻求和解的智慧。这种精神将继续激励着现代社会，面对挑战，勇于进取，追求和谐共生的未来。这场战斗被视为华夏文明统一的重要里程碑。在与炎帝的战斗之后，黄帝面临了更大的挑战——蚩尤的反叛。轩辕圣帝9战蚩尤是华夏上古传说中最著名的战役之一。这场战争不仅是两位英雄之间的对决，更是上古时代部落争霸的象征。轩辕圣帝、黄帝与蚩尤的战争代表了不同部落文化和势力的冲突，也体现了轩辕圣帝统一中原的决心和智慧。蚩尤是上古传说中的九黎族首领，他被描绘为凶猛强大的战士，拥有铜头铁额、身披钢甲的外形，并且掌握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战争技术。蚩尤及其部落拥有先进的武器和制造技术，特别是在战车和兵器制造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使得他在上古战争中占据了优势地位。与此同时，轩辕圣帝作为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首领，致力于统一四方，结束部落间的混战状态。当时的中原地区各部落之间经常爆发冲突，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在这样的背景下，轩辕圣帝决心征服蚩尤，以实现中原的统一。传说中，
轩辕圣帝与蚩尤进行了9场激烈的战斗，这被称为9战蚩尤。这9场战役分别发生在不同的地点，双方在战场上展现了各自的智慧和力量。蚩尤凭极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骁勇善战的士兵，给轩辕圣帝的联军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蚩尤的部队不仅装备精良，还擅长使用雾障和迷阵，使轩辕圣帝的军队陷入混乱。特别是在一场著名的浓雾之战中，蚩尤释放了浓雾，使得轩辕圣帝的军队迷失方向，无法看清前路，士气大减。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轩辕圣帝请来风伯和雨师，利用天气变化来消除蚩尤的迷雾，最终扭转了战局。在连续的战斗中，轩辕圣帝展现了极高的战略眼光和领导才能，他创造了新的战术，发明了指南车来应对蚩尤的迷阵，并且利用联盟的力量逐步削弱蚩尤的势力。在持续的战斗中，轩辕圣帝通过一次次调整战略，最终在逐鹿原的决战中彻底击败了蚩尤。9战蚩尤的胜利标志住轩辕圣帝在统一华夏部落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场战争不仅仅是对蚩尤的征服，也是对各部落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的重大提升。战后，轩辕圣帝成功地将九黎族以及其他反对势力纳入其统治范围，逐渐形成了中原地区的稳定统治。这场战役也象征着智慧战胜蛮力，文化力量战胜军事力量的过程。轩辕圣帝凭藉对天文、地理的知识和对自然力量的掌控，成功化解了蚩尤的攻势，体现了以德服人的精神。9战蚩尤后，中原地区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为后来华夏文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轩辕圣帝与蚩尤的对抗，不仅是部落之间的争斗，更象征住文明与野蛮、秩序与混乱的斗争。轩辕圣帝代表的是以智慧和文化为基础的领导，而蚩尤则象征了原始力量和征服的精神。在传说中，轩辕圣帝的胜利是天命所归，这一胜利强化了皇帝作为华夏民族共主的地位。这场战争还体现了中华文化中对和谐与统一的追求。蚩尤的败退并不意味着完全的消灭，而是其文化逐渐被吸收和融合。这种包容的态度使得华夏文明能够在多元的基础上不断壮大，形成后来更为广泛的文化共同体。9战蚩尤的故事对现代社会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首先，它教导我们，在面对强大的对手和挑战时，不仅需要勇气和力量，更需要智慧和策略。轩辕圣帝的胜利并非仅靠武力，而是通过创新和团结，充分发挥了联盟的力量。